启禀陛下，臣不负所托，收复南越28城。臣想回楚国去。只是你那楚国落后贫瘠，为何一定要回去？父皇托孤于你，若你我结为连理，别说那楚国皇帝，就是这大周皇帝，你也做得。臣不敢妄想，我只想回去，帮我娘一个清白。既然如此，那朕就送你回国，了却心愿。若是你那冷血老爹还敢欺负你，朕亲自带兵，将他从那皇位上赶下来。来，这个快点啊！老板，来2个。给我看看这。这伞做的不错。是世清哥哥吗？你是婉清？是我，皇上让我来接你的。太子归京，不应该百官相迎吗？怎么，只有你一个人了？没有人还记得你了。今天是2皇子的生辰，皇上在万喜宫安排了宴席，百官都会去，我们也一起去吧。看来父王早已忘了，今天也是我的生辰。你何必这么不高兴呢？这些年都是景瑜替你陪伴的皇上，而且我听说皇上要把皇位禅让给他呢。禅让给他？这皇位难道不该是我的吗？你回来了，可不能嫉妒他。我要嫁的人必须胸怀宽广，宽容大度。又教我大度。好啦，快去换身衣服吧，我在万喜宫等你。小宝，告诉你弟，楚国的皇位我要自己做。我就住这种地方。殿下莫怪，皇上早已把东宫分给了2皇子了。不过你的东西都在这里。青儿，这是娘亲送你的，喜欢吗？喜欢。谢谢娘亲。娘，20年，我回来了。我的轿子备好了吗？宫里没有多余的轿子，皇上让你步行前往。赵公公，你说属于我的轿子和房子，我是不是该拿回来了？哎呀！哎，让开！别挡道啊！让4皇子先行。4皇子，这是我弟弟。说你呢？什么人敢挡4皇子的路？我乃楚国大皇子李世清，里面的弟弟，谁该给谁让路啊？哎，怎么不走了呀？4皇子好像是大皇子挡了您的轿子。大皇子就是那个质子啊，他回来了。四弟，还不下来给大哥行礼？让您下去行礼。不过就是个贱命的质子罢了，凭什么给他行？4皇子身份娇贵，凭什么给你行礼？再说，谁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大皇子？好。哎呀，摔死我了！谁让你这么说话的？切，吓死宝宝了！这是我，就这么说话啊？皇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东西？好好说话！大哥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大哥。等，把这东西给我处理，别丢我皇家的脸。哎，好，大哥，好的。皇兄慢行啊，皇兄慢行。4皇子，咱们还去万喜宫吗？去什么去啊！老娘指甲都劈了。皇兄，你回来的正好。
你来了，我们进去吧。景瑜，生辰快乐！姐姐给你准备了一颗绝品夜明珠，你身子这么虚弱，把它放在床头安神更好。姐姐，你对我真好，日后我若能执掌国事，一定给姐姐最好的封地。哎，二哥，嘿呀，小弟生性愚钝，不如二哥您天资聪慧。我给二哥呀准备了一副王羲之的真迹，你看，这你一定会喜欢的。哎，谢谢三弟，我呢也给你找了好几副药，你要认真吃啊。那个治脑子的。哎呀，多谢二哥。二哥，这是大理的国宝，传闻可以驱散巫邪，让你啊长命百岁。玲珑，你可太有心了。殿下，我给你。婉清，你来了。婉清，我知道你与哥哥有婚约，但这20年来都是我陪你走过的。我知道我身体不好，脑子也笨，没有我哥哥优秀，但是我一定比他更爱你。婉清，嫁给我，我要让你做大楚未来的皇后。大哥，你回来了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好想你啊！来，二哥，二哥，世清，你干什么？刚一回来就欺负景瑜，真有意思，我都没碰到他，他就倒。世清，难道景瑜他会冤枉你吗？你明明知道他从小身子骨就弱，怎么还使那么大力气？就是，大哥，你一回来就欺负二哥啊！你这分明是，欺软怕硬。三弟，你是觉得我怕你？我还以为大哥是多好的人，看来是在大周待久了，全然忘了礼数。好了，不准这么说，大哥，都是我自己力气小，没有接住，你们不要再埋怨大哥了。世清，你看景瑜他多体贴你，你赶紧给他道个歉，这事儿就算完了。婉清，景瑜刚才说要娶你，看来你是打算嫁给他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我是有婚约的，但是景瑜他关心我、爱我，他有什么错？幸好父皇已经决定将皇位禅让给景瑜，若是传给你，一定会欺负景瑜的。要我说，二弟身子这么弱，就别传给他，要不然他走在爹前面，爹还得2斤。你在说什么？好大的胆子！好大的胆子！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杀害我母后的云妃。大胆！我是楚国皇后，不是什么云妃。娘，他刚一回来就欺负景瑜。既然你是皇后，是非对错你应该拎得清楚。我这几个弟弟妹妹缺乏管教，我这个当大哥的教育一下，不为过。娘，他刚刚撞倒了二哥，还诅咒二哥早死。就是，俺也听见了。你身为皇子，居然诅咒同族骨肉，该当何罪？世清，还不快给景瑜和皇后道歉！你让我向杀我仇人道歉，还有我这个好弟弟，20年前那一巴掌还没有还呢！你这个贱人还在这乱叫什么？快道歉！道歉！要道歉也是你们每个人给我道歉。我看你脑子怕不是被驴踢了吧？凭什么给你道歉？凭什么？凭你们送他的每一件礼物，都是我从大周带来楚国的封赏。你给我们带来封赏？你不过一个质子，一个废物，一条狗，你也配给我们带来封赏？12年前杀了楼兰皇帝，取了这颗夜明珠。8年前，南唐后主被我俘虏，献上了这幅画。5年前，大理国王被我俘获，帝将他赏赐给我，我将这些制品带回楚国，没想到落到了你们身上，还送给他当生辰礼物。还有你，我怎么了？你头上的海洋之心，是我从精绝女王的棺材里取出来的。一派胡言！大周靠的是天策上将荡平四海，和你一个质子有什么关系？天策上将就在这里。大哥呀，
你不能因为我们没见过，便说自己就是天策上将啊！拜托，动点脑子好不好？大周怎么可能会派一个质子去领兵打仗呢？就是，我看他呀，就是死要面子，拿着找场子来了。你头上的发簪，你身上这身绸缎，你的耳环，还有你内衬的布料，都曾是我战利品。我数到3，要给我道歉，要就自己收回来这些东西。大哥，都是我不好惹大哥生气啊。如果大哥想出气，你就打我吧，反正我身子骨弱，有今天没明天的。只要能让大哥开心，死也值了。只是，请大哥千万不要为难母后和弟弟妹妹们。世清，今天景瑜生日，你就一定要如此欺负他吗？你看，他就是见不得景瑜好，还编造出什么天策上将来装大尾巴狼。好，既然你们不认错，那我便自己来取。你个畜生，竟然这么对我！我说了，要么道歉，要么还给我。呀！你竟敢欺负皇姐，看我不替父皇收拾收拾你！呀！这么好的料子，可惜穿在了猪身上。你不要过来！你不要过来！这耳环是你摘的还是我摘？我自己摘，我自己摘。你摘的太慢，帮你。皇后，你内衬的布料是我从江南织造局千挑万选。我是皇后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配做皇后，我娘被你活生生勒死的样子，我现在每晚都能梦见她。皇后姐姐，司天监说你是天煞孤星，对江山社稷不利，我只好替皇上解忧了。不要杀我母后，求求你了，不要杀我母后！你这个毒妇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小贱种，睁大眼睛看着你娘是怎么上路的！不要杀我娘！不要杀我娘！是你脱还是我来取？大哥，都是我不好，你就饶过母后，我一定尊你、敬你、爱你、孝顺你。大皇子，我错了，是我对不起你娘，求求你饶过我吧。我娘，你别太过分！我继续脱。皇上驾到！都起来吧！在做什么？到底怎么回事？皇上，你一定要为臣妾主持公道啊！今日本是景瑜的生辰宴，谁料世卿心生妒忌，不仅打了景瑜，还伤了这些弟弟妹妹，甚至连我也要侮辱。你死！大的胆子，回来就想造反吗？
儿臣远赴大周做质子，整整20年。这是大周女帝给您的信。楚质子李世清，入我大周20年，忠诚勇武，愿楚君信之爱之，莫让哀家失望。世清离家已有20年，辛苦万分，不比你们在这里养尊处优。好了，不必再说了。既然大家都在，我有事宣布：近年来我身心疲惫，实在无力打理朝政，我决定将皇位禅让给景瑜。谢父皇，我一定不负所望。李世清，等我当了皇帝，我一定活剐了你。之前我已派800里加急将禅让文书送给大周女帝批准，明日批准信就应该到了。世清，你还想说些什么吗？我想问，我今天助你，赵公公怎么安排？父皇，按照皇家的规矩，嫡长子不应该住在东宫。这些年东宫一直景瑜在住，你回来是要赶他走吗？去大周之前我就住在那，现在我回来了，理应物归原主。东宫是我和我娘一起生活过的地方，住其他地方我不习惯。皇上，世清也太过无礼，景瑜本就体弱多病，再换地方更休息不好了。就是，二哥都要当皇帝了，东宫有什么不能住的？没有大周的诏书，他就不是皇帝。嫡长子就应该住东宫，皇家的规矩能说破就破吗？既然大哥想住，便让给大哥住吧。纵然其他的宫殿清冷些，但我的身子骨还能扛几天。世清，你是哥哥，就应该宽容大度让着弟弟。一回来就要把他赶到别的地方吗？换做我，景瑜去做质子，别说东宫了，就是皇位，我也该让。世清，你别再吃景瑜的醋了，他身子骨弱，要是真冻坏了可怎么办呀？吃醋？看你是迫不及待想给他当皇后的。景瑜已经答应，那就不客气了。今天我累了，我回去休息。今日生辰宴，玩得开心。站住！你们是何人？胆敢擅闯东宫？大皇子李世清，东宫以后我来住。大皇子，从来没见过。没有二皇子的命令，谁都不能入内。不让我进去，那就怪不得我。放肆！谁给你们的狗胆？来人，给我上！还有人要上吗？没有的话，请休息。这是什么屋子？这是二皇子今年新造的，用来存放钓鱼的物品，也没什么用，烧了。这要是让二皇子知道的话，烧他还是烧你？烧他还是烧你？烧！快烧！娘，我终于回来了。陛下，楚国发来奏折，楚帝决定禅让给新皇登基。看来世清哥哥动作很快嘛。陛下，这楚国新皇怎么写的李景瑜？这是楚国二皇子。什么？楚国的皇帝，朕只认世清哥哥，其他人别来沾边。是，我这就起草诏书。对了，禅让典礼定在下月初6，朕要亲自去给世清哥哥册封。四弟啊，昨日二哥的生辰你怎么没有来啊？三哥，哎呀，你知道大皇子吗？昨天路上碰到他了。
是在说我吗？大哥，你来了，你看，我都讲了。使者到！小童，你怎么来了？参见将军。我的身份，请先替我保密。将军放心，陛下说了，楚国皇位只能是你。二皇子到！二皇子，二皇子，请。哎，二弟，昨夜睡得好吗？只要大哥休息得好，便一直住那儿吧。啊，对了，你靠北那间屋子，我嫌有点遮光，给烧了。什么？不过里面都是些玩物丧志的东西，也没什么重要，你放心。这贱的王八蛋，等我继承了皇位，我让你好看！皇上驾到！启禀皇上，大周女官已送来批准禅让的诏书。呈上来。恭喜二皇子！恭喜二皇子！哎呀，少有为好啊！李世清，等我当了皇帝，第一个杀你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楚皇贤明，如尧舜行禅让之礼，特此恩准，册封新任楚皇为。啊，念这新皇不是二皇子啊！什么啊？就是二皇子啊！这是这新皇不是二皇子啊！什么？那是谁？册封新任楚皇为李世清。啊，大皇子呢？怎么弄错了？弄错了呀！这稍后回来呀！哎呀，哥，怎么是这个家伙呀？不对呀，是不是哪里弄错了？安静，让我看看。父皇，您这是何意啊？二弟，诏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我倒是想问你，质问父皇是什么意思？父皇，您不是要传位给我的吗？景瑜，这，敢问这位官人，这是女帝批准的禅让奏折吗？当然，女帝让我写的名字就是李世清。谢大周女帝隆恩，谢父皇隆恩，我定为振兴楚国，万死不辞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父皇，你快想想，是不是哪儿弄错了啊？官人，我本意是禅让给二皇子，这是不是女帝搞错了呀？大胆！你一个小小附属国君，也敢质疑女帝？啊！官人息怒，这不是女帝弄错了，是我错了。我年老体弱，这脑袋是越来越不行了。我本想让二皇子打理朝政，可是一糊涂，却把名字给写错了。官人，能否上奏女帝，重新再下一道圣旨？你当我大周是什么？你当女帝是什么？降旨和开玩笑一样随便吗？这，父皇，既然诏书上已经写了，那这皇位我就不遑多让了。父皇都说是弄错了，你还想当这皇帝？我看你就是想谋反。谋反？诏书上写的楚国皇帝就是我，哪有皇帝谋自己的反？我看想谋反的是你吧？你，父皇，你说句话呀！是啊，爹，你明明最爱的是二哥呀，你怎么把皇位传给他呢？世清，这件事情确实有误会，要等鼻子上脸。这位女官，册封大典什么时候举办？女帝能亲自来吗？册封大典在下月初6，还有整整1个月，到时候女帝会亲自来册封。那就好，那就好啊！到时候我亲自和女帝解释清楚，这皇位还得给景瑜做呀。你听清楚了吗？赶紧向我道歉，然别怪我不念及兄弟之情。我倒要问问你们，女帝不在，诏书你们就不认了吗？
回答我！回答我！臣有一言，讲。上朝之前，臣看到大皇子和这位大周的女官窃窃私语，甚是亲密。臣怀疑两人蝇营狗苟，有见不得人之实。若是这位女官帮他改了圣旨，你胡说！之前人也不知道。哎，丞相说的对呀，一定是这对狗男女改了父皇的旨意呀。大哥，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？这种事儿是要凌迟的。皇上，请将此事禀告女帝。大皇子篡位，天理难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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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闭嘴！我们才没有。没有？那你告诉我，你二人窃窃私语都说了什么？我们说什么关你什么事？他在大周只是一个质子，地位还不如一条狗。你要是跟他没有什么，为什么要帮他说话？就是啊，看也是。这是大周的女官，如此羞辱她，就不怕女帝责罚吗？想必诸位也是知道女帝的手段。和我同行的13位质子，可能有一个全是。我劝你好好给女官道歉，争取宽大处理。大皇子要危言耸听，臣也。女帝陛下一定会认可皇上的选择，你就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。好，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谁在做无谓的挣扎。哎呦，面之上君，你大周诏书在此，你们到底认不认？认是跪，不是便以农逆论处。这样做合适吗？理当如此。认不认？大哥，你看看这朝堂之上，可有人会认你啊？就是，你也能撒泡尿照照他，这个什么东西？大皇子啊，看来你是孤立无援了。这个皇帝我认了。这个皇帝我认了。四弟，你四皇子认了，你们认不认？哎呀，四弟，你这个孬种，你怎么能跪他呢？起来，起来！三哥，听说大周的女帝是个女魔头，喜欢拿人头当饭碗，我可不想死。呀，哎呀，这跪吧，那你们。丞相还不跪吗？我最后再问一句，这大周的诏书，你认还是不认？臣认了，认了。你们都是怎么了？都给我起来！这可是女帝的诏书，听说这女帝的手段可怕至极，就是万一他听说我们不跪，秋后算账。你们一群废物！大哥，废物！你不能动我，你不能动我！没有谁是我不能动的。师兄，别动景瑜，我认。你当真认了？师兄，我知道这20年你受了不少委屈，可这诏书之事，父皇却有疑惑。能否等女帝来了，咱们再做定夺？好，儿臣不急，儿臣到时候让父皇和诸位大臣看清楚。等女帝来了，我定叫你千刀万剐。皇上累了，诸位别待着了，退朝。退
非常。大哥，这个如何是好啊？太吓人了，不是事儿。说吧，为什么跟着我？大哥，我娘也被皇后害死了，你能帮我干什么？你是怕他们害你，所以你才装的娘娘腔。看来我大周的诏书都不好使了。陛下，是该您亲自教训一下。备好车吗？朕明日启程。是。竟有此事，敢坏了我儿继位的好事！母后，他看着像是有备而来，不会这女帝定的皇帝真是他吧？绝对不行！当年我害死了他娘，这狗东西一定会报复。那怎么办？我可不想落到他手上。你们几个快想想办法呀！公主莫急，此事不难。莫非丞相也有对策？当年他娘的事，再让他经历一番，不就好了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三弟，有的时候杀人啊，不需要动刀，动动嘴就够。嘴？大哥，四弟来了，你怎么慌慌张张的？大哥，你还不知道吗？这城里都在传传什么？大家说您是宰相。这种妖言惑众的话，你也信？走吧，上朝去。启禀皇上，寿春县的千年槐树树干开裂，流出了鲜血，居然有这种事儿！启禀皇上，丹阳县来报，县里的母猪都会上树了。启禀皇上，宛陵县来报，上万只蝙蝠在白天出动，而且还发出骇人的哭声，老百姓都不敢出门了，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怪事频出，恐怕是有不祥之兆。司天监何在？臣在。回皇上，昨夜臣夜观天象，萤火星侵入新宿，此乃荧惑守心之象，主大凶，主大凶。什么意思？这臣不敢说呀。朕恕你无罪，但说无妨。此大凶之兆，意为嫡嗣不孝，父子相克，国本动摇啊！天象示警，皆因宫中有一股至阴至厉的怨气，此怨气来源于当年宫中有一妇人亡魂，怨气极重，其子嗣归来后，怨气与戾气结合，冲撞了此危地形。这说的不就是大皇子？是啊，说的就是他娘吴皇后。司天监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朝堂之上，竟敢装神弄鬼，妖言惑众，该当何罪？皇上，自从大皇子回来以后，先是大闹万喜宫，后又大闹朝堂，再这么闹下去，就要大闹天宫了。臣以为天象示警，灾异频生，这是上天的训诫，江山社稷为重，还请皇上三思。我看你们就是蛇鼠一窝，陷害于天意难违，臣恳请皇上削去大皇子宗籍，逐出楚国。臣等不议。天意？难道真是如此？父皇，儿臣提议赐大哥黄金1,000两，护送1000人，让大哥去他国做个富家翁吧。哎呀，二哥，他之前那样对你，你怎么还这样为他说话呀？我们血脉相通，怎能不念及手足之情呢？二皇子真是宅心仁厚，苍天警示，不可不顾。二弟，你的心还怪好，好一个苍天警示！既然父皇口口声声说是天谴，是儿臣带来的灾祸，那儿臣便请旨
3日后在城南祭天台，儿臣亲自祭天祈福，灾解厄。若再不能平息，儿臣愿自此销魂返乡，远走天涯，永世不再踏入楚门半步。可若灾已平息，便证明我身受天眷。今日参与构陷之人，以国法论处，妖言惑众，其罪当斩。司天监，敢赌吗？司天监，说呢？星宿之言，岂能儿戏？臣观察天下数十年，从未失手。既然大皇子要赌，便是与上天对赌，臣愿奉陪到底。好，3日之后祭天。祭天？李世清亲自上？是的，母后，他看上去信心满满。丞相，你说他不会真有应对之法吧？这次仪式就是个过程，等结束之后，老臣再安排一些天象异象，他能坐以待。原来是这样，你们都已经安排好了？那就有劳丞相安排。这次一定要让那个狗东西翻倍我是你，让他狂，终于可以把他赶走了。我怎么还是心神不宁？最近总梦到吴皇后那个贱人。丞相，让婉清去探探那个狗东西究竟有什么底气。这件事我要万无一失，让他彻底消失。臣这就派小女入。怎么会是你？我本来就是你未过门的皇妃，怎么我不能来？不让我进来吗？是丞相让你来的吧？我们之间何时变得如此生分？20年没见，我只想跟你好好说说话，就像小时候那样。小时候，我只记得我娘冰冷的身体和像狗一样被人拖去大周。我知道你恨皇上，恨皇后，恨所有人。这20年，我每天都在担心，如今更是心疼哥哥。心疼我，疼得厉害，掏出来让我看看。世清，你就真的一点都不念旧情吗？旧情？你想怎么念？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在乎我的，对不对？否则你也不会一回来就处处针对景瑜。你觉得我针对景瑜，是因为你？不然呢？你不就是听到他要娶我才生气的吗？我是不会嫁给他的，就算皇上禅让给他做皇帝也没有用。我们3个为什么就不能好好相处呢？你又何必一定要去争那个皇位？世清，今天晚上让我陪你好不好？世清，放松些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我，别再一个人扛着了，好吗？怎么了？继续。
好。明日我便和爹爹说，我们择日就成亲，好不好？哪怕你真的要离开楚国，我也一直跟着你。告诉丞相，要离开楚国的人一定不是我。真的吗？我真的好担心你。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，祭天的事儿，你打算怎么应对吗？你终究还是忍不住。你干什么？我要你们这帮人血债血偿！戏演完了，戏演得很不错，手法很好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你的每一句话，每一滴泪，都是丞相交代的。现在天灾人祸都算在你头上，满朝文武都要拿你问罪，你一个人斗不过他们的。我们走吧，世情。走去哪里？去江南，去塞北，甚至我也可以跟你回大周。我们隐姓埋名，远离这些争斗，不好吗？我爹在朝中经营多年，我实在不想看到你的厮杀。离开这里是最好的选择，为了你，也为了我苏家。这里的每一寸土地，都流着我娘的血和泪，要走也不是我。李世清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拿上你的衣服，滚！岂有此理！他既然敢如此欺辱你，也一定要给你出气。爹爹，他好像志在必得的样子。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，现在不会，以后也不会。爹爹早些休息吧，我先退下了。好。李世清，我弄死你！哥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看书午时也是该吃饭了。哎，我说的不是这个，那2日后的祭天，你想到该怎么办了吗？对，你不提醒我，我都忘了。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去做。姜黄、草木灰，大哥要这些做什么？你想不想给你娘报仇？当然想，那就去做。大哥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哥，你这什么造型啊？我这叫装神弄鬼套餐。没想到你还是个出马，这叫技多不压身。皇上驾到！世清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我在大周学过通天之法，儿臣是不是灾星，我问问便知。当真如此？大皇子，天谴之事，不是你装神弄鬼就能解决的。是啊，大哥，你急什么？赵公公，开始吧。皇上、皇后，请冠洗礼，仪式开始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过往神仙来显灵。请问老天爷，为啥不高兴？之前贡品不够硬，还是宫里出了扫把星？母后，您看他装神弄鬼的样子，像个猴。
简直是无理之至！各路神仙来显灵！老天爷呀，您受累给瞧瞧。这下面的人都说我是灾星，可我回来以后，除了拿回自己的屋子，烧了一个放钓鱼竿的破棚子，我也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啊！我不是灾星。这贡品请您笑纳，您可否告诉我，灾星到底是谁？没反应啊！灾星，灾星就是他！什么？灾星就是你？什么？苍天示下，招致天谴的就是当今皇后！这可能啊！当今皇后，李世清，你血口喷人！皇上，他这是污蔑，请皇上为我做主。好啊，为了报复母后，你竟敢在祭天大典上亵渎苍天，你竟敢构害国母为灾星，你其心可诛！你说灾星是皇后，证据呢？世清，你指认皇后是灾星，非同小可。你拿不出铁证，朕绝不轻饶。诸位可还记20年前是如何指认我娘是灾星的吗？20年前是如何指认我娘是灾星的吗？皇上，吴皇后就是祸乱太平的灾星。司天监，臣妾冤枉，司天监栽赃陷害，请皇上明察。皇上，臣请取显影帛一事，若灾星触碰，则可将其要挟显形。姐姐，若是冤枉，便按上去，以证清白吧。皇上，请看，血印自现，灾星之下，铁证如山呐！不是我，皇上，不是我，果然是你！你这灾星，害得楚国百姓受苦！不是人在，将他带走！皇上，娘，皇上！诸位，可还记得这显影帛？母后，这是什么？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！这是什么呀？当年说我娘是灾星，将她的手按在这显影帛上，血色淋漓。如今苍天说你是灾星，敢不敢将手按在这显影帛上？仪式开始。我不放，这是阴谋，你想害我！皇上，皇上救我！逼迫国母，形同谋逆，你这是想陷害皇后！陷害？好一个陷害！如果我在陷害皇后，那20年前有这同样的显影帛，是不是你们陷害我娘？丞相，回答我！丞相，吴皇后之事确有隐情。既然不敢答，那就让苍天给我一个公道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这个贱种！景瑜，救我！李
事情，放开我母后！你放开我娘！护卫何在？看看，这真是山形们留下的血印呐！这可怎么办呢？这可如何是好？皇上，不是我不是在想假的，这都是假的。铁证如山，苍天示警，你就是灾星！招致天谴，祸乱朝纲。儿臣恳请父皇，以祖宗法度，跳20年前旧例，将这个灾星斩草除根，以正视听。哎呀！皇上饶命！我不是灾星，我不是灾星，那显影波是假的。我不是灾星，我不是灾星，那显影波是假的。假的！众目睽睽，血迹犹在，皇后还有什么好说？是他！14天前，当年他为了贿赂臣妾，陷害吾皇后，说因交房、草木灰之类的东西与仙处理互搏，两者接触可显出血色。臣妾一时糊涂，才会受他蒙蔽。都是他干的呀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臣知道错了，臣知道错了，饶命啊！皇上啊！必须还！必须还！哎呀！好。皇上救我！皇上救我！你这个毒妇，也配做皇后？拿命来吧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父皇，母后她纵有千般过错，也与您夫妻数十载，求您看在儿臣的份上，宽恕母后吧。哎呀，爹啊，你放过我娘吧，你不要杀我娘啊！请皇上开恩，请皇上开恩。将皇后贬为庶人，打入冷宫，非死不得出入。将皇后贬为庶人，打入冷宫，非死不得出入。父皇的仁德真是不让人意外。还想怎么做？他不死也行，我要在冷宫之中设立我娘牌位，每日晨昏，让这个贱人为我娘焚香叩首。要是做不到，我现在就杀了你！我做得到，我做得到，我做得到。娘，您的仇我给您报。那个贱人，我要让他日日守在您的牌前，给您磕头谢罪。这还不够，那些陷害我们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离楚国还有多久？还有10日。听说石青将军已经为母报仇了，那朕更要去祝贺他了。哼，真是气死俺了！俺现在就要去冷宫里面把母后给接出来。接出来？怎么接？让母后日日对着那个贱人的牌位磕头，比杀了他都难受。二哥，你快想想办法把母后弄出来啊！当务之急是应该先保住二皇子的皇位，
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再有10日，大周女帝就要来册封新皇。若是二皇子当上皇帝，那皇后娘娘自然无恙；若是李世清当上皇帝，说是那样，我们全都玩完了。二皇子，大将军驻军在外，最近的事情应该还不清楚。你以清君侧之名让大将军相助，此事可成？我这就着手安排。殿下，早些休息吧。我楚国无险可守，再不训练军士，怕是早就亡国了。小宝，明天上午随我出去一趟。咱们去哪儿？大将军营寨。报，大将军，二皇子密信，拿来。我兄自大周归来，凌辱皇后，打压丞相，对圣上亦多有不敬之言，请大将军相助，除此祸根，愿与您共享富贵。一个质子能闹出这么大动静？报，大将军，里外有人找，说是你故人。故人，让他进来。是。葛舒将军。天策上将，将军还记得我吗？当年随大周讨大理，我中埋伏，是您救我出来，此恩末将从不敢忘。将军快起，我今日来就是为了帮将军训练军事。有上将指点，末将感激不尽。对了，上将，末将有一事想问。哦，您在大周多年，可曾听闻我楚国派去大周的质子叫做李世清？没听过，质子嘛，都是些不如猪狗的东西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将军为何这么问？倒也不是什么大事。听说那个质子回来大闹朝堂，二皇子让我给他点颜色看看。这对将军来说，不是易如反掌吗？那这个质子死定了。这对将军来说，不是易如反掌吗？那这个质子死定了。将军，请坐。将军，这是许久未见。哎，是，这从这个地方攻到这里，全都直接进去了。能得上将亲传兵法，末将三生有幸啊！楚国的未来还得靠将军你啊！我走了，将军不必走。他怎么突然这么关心我楚国了？二哥，二哥，二哥，大将军来信了。我看看。怎么说？明日安排城外比武，大将军会派出绝世高手，借着比武除掉他。到时候就是刀剑不长眼了。可是，这个贱人只要有一天在，我就一天不安心。明年今天就是他的忌日，到时候我一定厚葬他，办得风风光光。2、3、4、1。大哥，你看我们是不是兵强马壮？没有大周的护佑，楚国怕是难有一日安和。和大周比，我们的将士只是战斗力只有5的渣。哎呦，大皇子好大的口气呀！有本事和我们比试比试！哎，老力士，误会了，我们只是来给将士们发些赏赐。还是二皇子宅心仁厚啊，不像某些当大哥的没本事，嘴还硬。大哥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上去露给他们看看呀！别演了，这不都你们安排好的吗？二哥，有这么明显吗？哎呀！你不是那什么天策上将吗？有本事上去比一比呀！
你不是那什么天策上将吗？有本事上去比一比呀！我看啊，他就是放屁神将，只会欺负弟弟妹妹。大哥不能上，哪有皇子和将军比武的？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他给了你多少好处啊？我的四弟谁也不能碰。今天是该让你们见识见识。拳脚无眼，若是不慎伤了皇子，恐怕是难伤我一毫。大哥小心啊！该小心的是他。请。啊！哎大哥，你这也太厉害了！就这三脚猫的功夫也能上战场？就这三脚猫的功夫也能上战场？这不是大将军派出的绝世高手吗？哎呀，二哥呀，这实力也太弱了呀！老力士，如果只有这点本事，我看这赏赐就别要。哎，说好的拳脚比试，你怎么用兵器啊？花拳绣腿，我是实力派，上战场哪有不用兵器的？废物就是废物，用什么也改变不了。呀！大哥，谢剑！大哥，谢剑！哎呀，二哥，这绝世高手也不行啊！都是废物，怎么办呢？看来只有去请大将军出山了。好，快去，快！大哥，这也太牛逼了！说吧，是谁让你胆敢向皇子起杀心？知不知这可是诛九族的死罪？比武而已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说了便饶你一命，不说，现在就让你好看。说不说？是我自己争强好胜，没有别人。看来有些人敢做不敢当啊！不奴才，你好好看清楚，你已经死到临头了。狗主人一句话都不会帮你说，要不现在就送你上路！不要！我说，大王子，我悄悄告诉你，支持我的人是。够了，比武而已，你怎么又小题大做？有完没完啊？就是你一个皇子欺负一个将军，你有意思吗你？看来我这个当大哥的命在你们眼里很不值钱。看来我这个当大哥的命在你们眼里很不值钱。大哥误会了，妹妹们不是这个意思。老将军是有功之臣，好胜心强也是正常的。就是嘛，你不能屈打成招，非要逼老将军指认吧。一个废物，你们想留也留着吧。哈，还是大哥心胸宽广，我们也要多向大哥学习啊。哼，看来你的耳朵是不够痛。老将军辛苦了，还不动手！糟了！飞刀3把，
没事吧？那你得问问他，二弟，他真的想要我的命吗？是他罪有应得。记得给你的好狗厚葬，办风风光光的。大好，我一定厚葬了，办得风风光光。你说什么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二弟呀，这身子真是太弱了，找个太医好好看看前列腺。杀了大将军的人，你就想跑啊？就是，你免不了军法处置。处置我？要不诛我九族吧，把你们都斩死。大将军肯定饶不了你。二哥，我把大将军给找来了。这下你跑不了了吧？好啊！你居然把老将军杀了！你们都别走啊，都给我等着！大将军马上就来。明明是他有冤气杀大哥。你给我闭嘴！我告诉你，老将军可是大将军的亲信，我看你们怎么办！别忘，诏书上继位皇帝可是我，不需要和一个将军解释什么。你少自作多情了，那是女帝搞错了。父皇明明是要传位给景瑜的。等女帝来了，一切就都水落石出了。别做你的皇帝梦了。如果我真是皇帝，你们是发配宁古塔，还是喝一杯鹤顶红？那若不是你呢？到时候可别怪我们不顾手足之情。手足之情，我可从来没有感受过什么手足之情。是我说错了，我的手足只有四弟。大将军到！一个流放回来的质子，也敢杀我的人？你要找的质子就是我，哥舒将军。天策上将！什么？那这个质子他死定了。是末将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了上将，请您责罚。你说他是天策上将？大将军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他一个质子，怎么可能是天策上将呢？就是，大将军，你可别被他给骗了。将军，告诉他们我是谁。他就是战无不胜的天策上将啊！可恶！大王子，是末将听信了小人的谗言，让您受惊了。大将军，可是他杀了老将军啊！这老将军他也不能白死啊！无耻！别说一个老力士，就算是现在要我的性命，我也给。将那个不知死活的东西拖下去，埋了。是。二皇子，您这可是有点严重了，还是随我换身衣服。事情，你等着。报！急什么？慌张成这样！大王子变成了天策上将。什么？完了，全完了。殿下，您振作一点。你让我怎么振作？他是那个狗屁上将，有大周女帝撑腰，朝堂上那些墙头草全都倒向他。快了，我看这地位早晚要落到他手上。哎呀，你娘啊！现在每日还在冷宫当中受那个贱婢排位的羞辱啊！丞相，你倒是想个办法呀！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已经退无可退，才要谋大事。大事？皇上想禅让，是因为他想让人称他为尧舜，他想要这个面子啊。就算他现在禅让给你，他也是做太上皇，把持着朝政。
那丞相的意思是？李世清功高盖主，内有大将军声援，外有女帝扶持，你说皇上还想禅让吗？原来如此，我们只需要把李世清谋反的事替皇上说出来，便大功告成了。哦，哎，那女帝那边呢？她从哪个交代呀？哼，所以我们要给她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。什么理由？一个比李世清能给她更多的理由。女帝已到10里之外，你亲自去见她，让出北境10城。这是卖国呀！我不能卖。是身家性命和万里江山重要，还是区区名节和几座边城重要啊？李世清若登基，我们必死无疑啊！卖，必须卖！二皇子深夜求见，所谓何事？回陛下，臣是为楚国及大周前景而来。哼，此话怎讲？臣知道，我大哥与您共事多年，所以呢？所以臣能给到的，他却未必能给。好，说来听听。若陛下愿扶持臣登基，臣愿将楚国北境10城尽数奉于大周，并承诺年年岁贡双倍奉上。此外，景瑜仰慕陛下风姿已久，若蒙陛下不弃，愿常随左右，倾尽所能侍奉陛下。倾尽所能，包括什么？景瑜曾得一人相授，习得房中秘术，定能让陛下享尽极乐，不负此生。听起来倒是比世清哥哥要有趣些。这么说，陛下是答应了？空口无凭。先日你说的天花乱坠，他若是登上皇位反悔，那朕岂不是白白失去了世清哥哥？那陛下的意思是？北境10城双倍岁贡，以及你说让朕体会的房中秘术，这些请爱卿通通写下来。这白纸黑字，这便是铁证。若日后身家性命和万里江山重要，还是区区名节？你到底写是不写？陛下所言极是，臣自当立字为据。让他画押。画押？很好，那我们一言为定。多谢陛下抬爱。皇上，大将军近日频繁出入东宫，朝中传言大皇子已经着手登基了。那哥舒魂说什么？他说没有皇上，楚国还在；没有大皇子，楚国就不保了。看来他们是真的要谋反，将哥舒魂打入天牢，严加审讯，必撬开他的嘴，将他的幕后指使全都交代出来。皇上圣明，臣一定不负所托。丞相，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东西，对吧？臣明白。这有些累了。只要你在这块供状上
放押，承认与大皇子李世清密谋兵变，我就会禀告皇上，你举报有功，封官进爵。好，你拿过来，我画。嗯。大将军，早该如此了。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来吧。我的手！给我打！乱臣贼子，我是你娘！大哥，大哥，啊！葛叔将军，葛叔将军被打入了天牢，苏国忠亲自带人去抓的。啊！什么时候？就在下午。刑部的人冒死送来消息，苏国忠正在连夜审讯，怕是要构陷大哥。小宝，飞剑。是。大哥，现在去天牢，岂不是中了人家圈套？葛叔将军乃是国之栋梁，岂能受此冤屈？我一定要救他出来。大皇子，这么巧？葛叔将军在哪儿？他就在，快去看看。我先走了啊！葛叔将军。事情来晚了。别说一个劳力士，就算是现在要我的性命，我也给。我李世清发誓，必将以仇人之血祭奠将军英灵。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。小宝，在，为将军整理遗容，好葬。是，殿下。皇上，臣有本要奏。讲。臣昨夜奉旨审讯哥叔浑，他现在已承认是大皇子与他商议谋反，意图逼宫。这是其画押的认罪状。什么？大皇子这样谋反啊？把认罪状呈上来。是，这可是大罪呀！是好啊，认罪状啊！是啊，这。李世清，你还有何话要说呀？一张屈打成招的状纸，如何能成为罪证？我昨夜去天牢时，哥叔将军已遭杀害。丞相，莫非是你把将军杀害之后强行画的手印？请皇上明鉴，大皇子此言纯属狡辩。大皇子昨夜擅闯天牢，就是想与哥叔浑串供，见事情败露，便杀人灭口。这手腕上的伤，就是阻拦他的时候被他所伤。请皇上为臣做主。我早就说他别有用心吧，他都敢杀劳力士，杀哥叔浑灭口，又有何不可呀？大哥，你糊涂啊！即便你是对我不满，对父皇不满，你
也不能谋反啊！逆子，罪证确凿，还敢狡辩！来人，将这逆子给朕拿下，打入死牢！父皇，大哥是冤枉的。别慌，四弟，一群酒王饭袋也想杀我，你还要忤逆我吗？忤逆？20年前，我和我娘听你的话，有什么好处？去大周之前，你说过什么？等你回来，朕的皇位就是你的。看来你已经想起来，既然皇位就是我的，我为什么要谋反？你放肆！告诉你，朕赐给你的才是你的，朕不给你，你就不能抢。大皇子目无君父，意图谋逆，其心可诛。父皇息怒，大哥他只是一时糊涂，被权力蒙蔽了心智。哎呀，二哥，你还在为他讲话？这个白眼狼啊，要不是父皇送他去大周享福，他能当上什么狗屁上将吗？享福？现在去做质子也不晚。我送你去享福，人都去做质子，如何？反了，反了！给朕杀了他！杀！现在就杀了他！就地正法，碎尸万段！都退下！我看你们谁敢动我大哥！哼，你们现在的样子，像不像一群穷途末路的疯狗？想杀我，尽管放马过来！女帝驾到！女帝陛下，您终于来了，您可要为我们楚国做主啊！这个逆子李世清，他不但想谋反，还想杀父弑君。我们楚国出现这个逆子，家门不幸啊！女帝陛下，我大哥他仗着您的威严，把我们楚国搞得不得安宁。大皇子意图谋反，心狠手辣，完全不顾及父子兄弟之情啊！没想到朕的天策上将这么放肆。何止是放肆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！他再这么下去，恐怕连您都要不放在眼里了。自从他回来，便占了臣的东宫，杀我2员大将，还捏造谎言构害我的母后。看来朕要册封的先皇受了不少委屈。新皇说的是二皇子吧？对呀，对呀，这果然还是10座城池更胜一筹。李世清，你完蛋了！谢陛下厚恩，景瑜一定不负厚望，忠心侍奉大周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谢什么？朕要册封的先皇是大皇子啊！女帝陛下，您是不是误会了？我禅让文书上写的是二皇子景瑜呀，这您是不是搞错了呀？哎呀，莫非是朕一时忘了，记错了人？大皇子刚愎自用，残忍暴力，不适合做人君呐！请陛下明鉴。臣一定忠心侍奉大周，并且绝对不会忘记我们的约定。约定？哦，你说的是那个。来，把那份约定拿出来，让大家都看看这楚国的二皇子为了这皇位，给朕带来了怎样的成绩。什么？大周女帝陛下谕览，臣李景瑜，愿楚国北进10州，让于大周。北境10城，那可是祖宗的基业呀，怎
怎么能拱手让人呀？是不是？是啊，不，每年向大周纳贡税，丝绸10万匹，白银100万两，粮食50万担，永不拖欠。这不是要吸干我楚国的血吗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臣仰慕陛下风姿，愿以房中秘术侍奉陛下。愿陛下尽享极乐。有失国体，有失国体呀！是啊，成何体统？卖国贼，卖国贼！这个卖国贼，孽障啊！真是不知廉耻！你给我死过去！二哥呀，你不仅卖国，你还赔税呀你！诸位，这就是你们众望所归的二皇子吗？这楚国皇帝，朕只认事情哥哥，你现在可以从那个位置上滚下来了。朕的话，你没听见吗？世卿，这皇位是你的了。这个皇位本该就我做，现在是你兑现承诺了。陛下，请。世贤哥哥，这楚国的江山，朕陪你一起做。苏国忠，这认罪状，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臣知道错了，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昨夜我赶到天牢，哥舒将军已被你折磨得不成人样，体无完肤啊！哥舒将军没有战死在沙场，而是死在你的酷刑之下，死在你们莫须有的构陷之中。皇上，饶命啊！皇上，这都是二皇子让我干的。啊！你血口喷人，这明明是你的计策。大哥，大哥，请你饶了我们吧。一个卖国求荣，一个构陷忠良，告诉朕，要如何处置你们？大哥，大哥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大哥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只有蒙了心，鬼迷心窍，你就念在兄弟情分上，饶我一条狗命吧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大哥。皇上，请看在老臣为楚国兢兢业业的份上，饶我一命。现在想起和朕谈兄弟，谈旧情。当你们构陷我娘，将我娘逼上绝路时，可曾念过亲情？你们合谋在祭天大典上，非要置我于死地，可曾念过兄弟情？苦心折磨哥舒将军，早认罪状，可曾念过他是国家老臣？现在求饶，晚了。听旨，苏国忠构陷忠良，驱杀国家大将，结党营私，罪大恶极，抄没家产，斩立决。皇上，不要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！李景瑜卖国求荣，罪无可赦；李景琦助纣为虐，是非不分。今日起，二人削去宗籍，贬为庶人，发配宁古塔，永不赦免。大哥，大哥，饶了我一命！我知道错了，大哥，我们知道了，你饶了我们，饶了我们吧，大哥，饶了我们，哎呀，大哥，我们再也不敢了，大哥，追哥舒浑将军为镇国公，谥号忠武，
子孙后代世袭武帝。皇上圣明！皇上圣明！皇上圣明！皇上，婉清姑娘来了，让她进来吧。是。民女苏婉晴参见皇上。婉清，起来吧。民女是来谢恩的，谢皇上不杀之恩。苏国忠的罪与你无关，起来吧。我已决定落发出家，青灯古佛，了此残生，特来向皇上辞行。好，朕知道了。谢皇上，民女告辞。怎么，世谦哥哥这是舍不得了？云舒，来。我只是觉得有些感慨，事情终究还是走到这一步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嘛。现在大仇得报，江山在握，是不是也该考虑一下我们之间的事？我们之间，少装糊涂了。你答应过我父皇要照顾我的，现在你是楚国皇帝，我是大周女帝，这像什么话？难道要一辈子做邻居吗？那依你的意思是，也该为我们的江山考虑一下了。我的大周，你的楚国，可都后继无人呢。要不我们生一个儿子吧？世清哥哥，我可是听到了，我可都听到了。四弟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刚才说的，我可都听到了。生个儿子继承两国，这个主意太妙了。四弟，你又调皮。你看，四弟也是支持我的吧？这楚国与大周虽有附属之别，但血脉相连，文化同源，本来就是一家人。如今你们情投意合，若是能江山一统，那简直就是我们华夏民族天大的好事啊！让分裂的江山重归完整，让离散的百姓共享太平，这才是真正的万事基业。就是啊，世清哥哥，以后你主外，我主内，你就从了我吧，好不好吗？行行行，但我可不是从了你啊，我是看在百姓的面子上。你呀，还真的是永远不服输。顺应天意，合乎民心，楚周合一，共缔华夏。朕承天命，继位皇帝，册封武云舒为皇后，母仪天下。自即日起，书同文，车同轨，行同伦，共筑万世之基业。我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天下一统，万象永昌。二哥，我快被冻死了！要不是你卖国，我们说不定还在锅里享福呢。闭嘴，蠢货！成王败寇有什么好说的？世清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